我爸每次入殓都会說的第一句话就是这輩子不容易吧。每次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，鼻子都会酸一下。我是从白氏家里长大的孩子，我的爷爷、我的爸爸都是做白事的，在我们天津做白事的，我们管他叫大了師傅。我現在也是在從事大了的工作。從小給我的印象就是這個是一個生死托付。黃原那些胡同裡頭，一有人去世了，經常是大半夜，是那些孝子就到家裡來請，敲門會下跪。其實我覺得我們像是一個救命稻草一樣的人，大了一進來，所有的全都井然有序了。記憶深刻的是一些非自然死亡的事兒，最慘烈的是臥軌的這種，臥軌的是一個年輕人，家屬可能都會不敢去面對的。我吧就自己摸索着，用了大概6、7個小時去做臉部的。當時跟我說是說，就是你必須讓他們覺得這個臥了軌的兒子，他還是我的兒子。在那一瞬間看見他的時候，我突然間靈魂裡頭好像有一個金手指把我點醒了。人不會如此，只是閉着眼睛，一個鼻子和一個嘴。我那會兒正趕上青春期，我突然覺得很多事情不這麼重要了。這個給他疊上吧，對吧？折磨的有點痛苦，有點難受。老人有的在 ICU 裡，其實覺得已經不行，我們就建議不行就回家，因為你在 ICU 裡你是進不去的。他身邊就是一堆冰冷的儀器，還不如親人在旁邊了啊！我前去幫忙的時候，更像白氏心理醫生做的，其實是一些家屬的心理疏導，一個輕輕的擁抱。在我們天津有老喜喪，在白事上會有喜字，可以放在工作上，每一個人都喜氣洋洋的吃喜面，然後帶喜字，像是辦一場婚禮那樣。在天津的一些農村會有唱大戲，也會請歌唱團，屋裡玩麻將玩撲克。要不說我們是哏兒都呢，就是天津有一種性格上的一種不輸。今天你死神拿走了我一個至親的人，你打不敗我。我理解為是我們對死亡的抗爭。去世的人一定希望我們不要太傷心。溫情的這些白事都是相同的，不同的那些它各有各的荒誕，可能是來自於子女他的分歧。房價在最高的時候，有這個老人剛去世就有來搶房本啊，或者是來爭遺產呀。最難的是那些孤寡老人吧。我去過一個老太太家，她是一個撿破爛的，一個人在那裡去世了。她的屋子裡還堆滿了撿來的瓶瓶罐罐，家裡也沒有冰箱，廚房裡還有她剩的半盆飯。就小時候說，別人也問我，說你害不害怕呀？我爸那時候給我的回答就是，人死了就是從動物變成植物。我這個恐懼是來自於小朋友們對我的這種反感吧。上中學的時候，我記得是4個男同學，他們就會給我開追悼會，每天都開。現在女性做大了是越來越多了。一些00後的看過《入殮師》的這部電影，報了學殯葬的這麼一個專業。很多的人說，我跟一個去世的人打交道，我沒有這種社恐的焦慮。00後的這些孩子們，我覺得他們活得更通透了，更有創新力。比如說，有的老年人會喜歡貓，他們就把貓的圖像都打印出來，插在花圈上。其實貓在白事上是很禁忌的吧。我記得有一個老太太，她要去世了，她也是一個大學的老師。她說：“你畢竟是見過生死的，那你跟我說說什麼是死？這個世界其實就像一個巨大的果樹，每個人在果樹上開花了，花落了，長出果實來了，成熟了，咱們在果樹上就離開了。咱們把死亡這件事可能看得太厚重。我看死亡，它就是清晨，就是傍晚，它就是一件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件小事。你每天早上起來看看天，看書，吃美食，不用吃大餐，家门口的煎餅果子啊，大餅加一切，好好吃飯，好好睡覺，然後好好活着。